下来我们进行唇齿清擦音声母 f 的练习。同样，在训练之前，还是要明确这组声母准确的发音部位在哪里。谁来回答我？发音部位是上齿和下唇。对，非常好啊！发音的部位呢是上齿和下唇的内缘，然后呢轻轻的摩擦，来跟着我一起发。对，然后除组 f。好，练习之前呢，我还是要先提示一下大家发这个声母的时候常见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常见问题是，由于咬字过紧，导致 f 有色音色彩。我们知道 f 是擦音，上齿和下唇是相互靠近，而不是闭合。气流从唇齿的窄缝中摩擦成声。不要因为咬字过紧呢，让唇和齿有明显的接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发得像色音了。比如说吧，那么这在普通话测试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明显的缺陷问题。第二种情况呢，是 f 音有双唇色彩。我们知道 f 是唇齿音，发音的部位是上齿和下唇，因此呢，不要为了咬字让你的上唇的动作过于积极，发的近似于双唇的擦音，比如说 f。好，接下来呢，在老师的提示之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下训练材料，注意避免老师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来，谁来呢？老师，好。发、佛、否、泛、防、风、反复、仿佛、发奋、方法、丰富、芬芳、非凡、防范。整体来说，发音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刚才还是有几个音节略微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上齿呢碰到了，就明显碰到了你的下唇，那么在一瞬间有一点色音的感觉那么你注意一下，来跟着我来发佛，还是碰到了一点，让靠近上齿和下唇靠近擦出来，佛擦的感觉，擦音的过程一定要有佛，对，好一些，好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绕口令的练习。来，蓉蓉来。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好，蓉蓉前面练习的都非常不错但是到最后呢，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这个绕口令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它练习的是声母呵跟 f。当你在练习这个绕口令的时候，一旦出现了呵 f 混淆的情况，你先要辨别一下，你是由于意义的不够清晰而导致的临时的嘴打绊子了，还是由于方言的影响而导致的语音系统性的问题。我们知道普通话呵 f 分得很清楚，但是有的方言呵 f 不分。在普通话测试里，这种错误呢被称为系统性错误，不仅字音要扣分，在最后的语音面貌当中还要整体的酌情扣分。所以呢，在这里老师有一个思考题考考大家，如果你的身边有同学出现了呵 f 不分的这样的系统性错误，那么你该怎样帮他辩证呢？首先应该先明确呵 f 的发音部位，呵是舌根音，f 是唇齿音，是发音部位不同，然后就多记字音。我们知道两个音容易引起混淆，就是因为它们有相同点和不同点。所以刚才蓉蓉回答的时候，思路非常的清楚首先要分辨它们的异同刚才分析出了它们的异是吧？它们的异在哪里呢？在发音部位一个是在唇齿，一个是在舌根。对，那么它的相同点呢？相同点，呵 f 都是不送气清擦音。好，那么我们要找到它们的不同点和相同点。相同点是引起混淆的原因，而不同点呢，可以使我们进行有效的纠正。
进行声母的辩证呢，首先要看发音部位，二者发音部位不同，f 是唇齿音，h 是舌根音。实际发音呢，h 是舌根音，h 的实际发音部位是舌面与软腭硬腭交界处。二者的发音方法是相同的，h、f 都是擦音，这也是二者容易被混淆的原因。找到了发音部位异同之后呢，我们的第二步就是要结合字音的训练，尤其是要记字音。实际上，很多h、f 混淆的同学也能够听出发对这两个音，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字音的时候容易混淆，因此呢，必须知道该字在普通话的正确的声母，先知道并且记住这个字音，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拿到文字材料之后呢，在自己容易错的地方先标记上正确的字音，然后通过练习逐步改掉方音对自己的影响。最后呢，还要建议大家要找到练习和记忆的技巧，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形声字声旁的类推，利用普通话声韵拼合的规律来帮助辨别记忆。通过以上方法，相信同学们能够有效地完善自己的发音，解决本组声母的系统性问题。好的，唇齿音声母的练习呢就到这里。希望同学们根据自己学到的普通话语音知识，结合自己的发音实践，课下勤加练习，把这组声母发得更加规范准确。